国历史上侵略过多少国家？这是外网最大的问答网站 Quora 上一位英国网友提出的问题。我们来看看各国网友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首先是来自中国的网友是这么说的：中国古代没有当代国家的概念，在他们的价值观中，世界是家国天下，在这种价值体系下，否定了他国的存在，从而解构了侵略。在这个价值体系下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的中心在中原，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统治者，叫做皇帝。古人云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观，古代中国才总能统一为一个国家。每个候选人只有2个选择：一、争夺皇帝的位置；2、承认别人为皇帝，放弃独立地位。古人云：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中说：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所以对于古代中国来说，其他地区不能称为国，只能称为藩国。藩国名义上也是属于皇帝的，藩王国君只是代表皇帝行使权力。皇帝有权利随时削藩收回授权。你看，在这种价值观之下，附庸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地位，皇帝也不认为自己在侵略别的国家，只不过是家族内部矛盾罢了。那为什么有国家会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呢？因为皇帝真的很仁慈，只需要在其他地区口头上向他表示臣服，他每年就会赏赐大量财宝，并提供贸易许可和军事保护。如果不投降，就会失去与中国交流的机会，很快就会落后于其他地区，而且没有中国的保护，很容易被吞并。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，美国不仅不在日本驻军，还每年给日本很多钱，不设置贸易壁垒，承诺保护日本不受其他国家的侵略。这一切都需要日本口头承认美国很伟大。在这种价值体系下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种族差异，只有文化认同的差异。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农耕文明非常自信，他们把周围弱小的文明称为四夷：南蛮、东夷、西戎、北狄。而且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，若不善，是父母教育不当，所以中国人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成为好人，或者通过认同中国价值观成为中国。基于这种自信开放的价值观，古代中国不断向周边输出自己的文化，最终使得该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自己的文化，并最终达成领土扩张的现实。顺便说一下，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独特的价值观在200年前就结束了。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之后，接受了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理念，承认每个国家的主权都是平等的，直到今天。这期间，中国没有以争夺土地为由侵略其他国家。下面是来自英国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网友是这么说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。首先，这里的中国需要定义一下，现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现在中国有56个民族，中华民族包括汉族、藏族、维吾尔族，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。中华文明的同化力太强了，周边民族跟汉族打起来之后很容易被同化，然后就会认同中华文明，时间长了就不认为过去的战争是侵略，而是内战。而且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用儒家思想定国，儒家思想也讲究理，所以每一次战争都有充分的理由，要么自卫还击，要么抵御外侮，要么侵犯边疆，要么不尊重皇帝，反正不是侵略。而且儒家思想讲和字，兵法讲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从来不侵略外国。所以中国不是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，因为被侵略过的地方都成了中国的一部分。中华文化强大的吸引力让所谓的侵略变成了融合，历史上中国的发展只是扩张，不是侵略。中华文明不止一次被汉族以外的民族统治过，比如元朝、清朝，但我们看到这些朝代的统治者都一步步汉化，比如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，清朝皇帝后来重用汉族大臣，这些都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融合性。各民族在分布上相互交织，经济上相互依存，文化上兼收并蓄，情感上相互亲近，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。下面是来自美国的华人是这么说的，这个问题不太准确，因为现在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的概念中国直到19世纪才出现。事实上，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没有一个政府称自己为中国。纵观历史，东亚曾有许多王国和帝国相互入侵，每个王国和帝国的中国化程度各不相同。你也许可以根据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的种族、宫廷和街头使用的语言，以及国家是否使用中文名称来衡量。这些衡量标准甚至可以追溯到过去。例如，满族人在17世纪不被视为中国人，但在现代中国，他们被视为中国人。两个王国之间的战争，在当时的汉族人看来，可能被看作是外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作战，但如果其中一个或2个王国都在当今中国的境内，或者从那时起，其人口在基因或文化上已被汉族人吸收，那么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。一个统治精英和军队由华人组成，但多数人口为非华人的王国算中国吗？
一个现代非华人国家将这个王国视为其自身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重要吗？如果一个非中国王国被汉文化所吸引，最终放弃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，采用中国的名字、依附和治理原则，甚至皇室与中国家庭通婚，那会怎样？这些侵华政策只影响朝廷和贵族，而不影响平民，这重要吗？如果一个女真人统治的王国使用中国名字，但有少数汉人，而该王国入侵了契丹人统治的王国，该王国也使用中国名字，但有少数汉人，会怎么样？如果这些王国中有一半位于现在的中国，另一半位于俄罗斯和蒙古，会怎么样？这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对比吗？还是非中国人与非中国人的对比？还是其他什么？如果这个女真王国随后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，成为以汉人为主的国家，但仍然有女真人统治阶级，会怎么样？如果以前她不被认为是中国人，那么现在呢？那么当忽必烈在13世纪征服大理王国时，情况又如何呢？忽必烈是否因为给自己的帝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，将首都迁至中国城市，并拥有汉族士兵而被认为是中国人？或者他是否因为祖父成吉思汗在蒙古建立了帝国，而蒙古目前与中国不是一个国家，而被认为是蒙古人？大理王国是否因为位于现在的中国云南，而其白族和彝族现在讲汉语而被认为是中国的？或者大理王国不是中国人，因为白族和彝族在基因上可能更接近现代缅甸人和其他东南亚人，并且在忽必烈入侵之前从未与汉族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。1644年，清朝从满洲越过长城入侵明朝，这算是内战还是外国入侵？他们的统治者是满族，但他们的军队也有汉族、蒙古族和其他民族，这重要吗？1662年，清朝彻底征服明朝，汉族最终成为其人口和军队的大多数。那么其后续入侵被认为是汉族入侵还是满族入侵？那郑成功，一个有一半汉人血统、一半日本血统的明朝官员，在1661年逃离清朝占领时入侵台湾，从而赶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，并首次将数千名汉人带到台湾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于1662年从台湾入侵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天命被认为在1644年从明朝传给了清朝，所以它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政府吗？它短暂的东宁王国在1683年被清朝征服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最后，如果一个中国帝国入侵两个不同的非中国王国，而这两个王国后来统一了，那会怎样呢？这算一次入侵还是两次？公元7世纪，朝鲜半岛被分为3个主要王国：新罗、高句丽和百济。新罗请求唐朝援助，以击败其他2个王国，但最终占领高句丽和百济的是唐朝，而不是新罗。当唐朝转而进攻新罗，意图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唐朝统治时，新罗召集了2个前王国的士兵，最终联军迫使唐朝撤退，首次统一了朝鲜半岛。如今，韩国人将此视为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这3个王国都是朝鲜，因此彼此并不陌生。将这些战争视为中国与朝鲜的战争，未免过于简单。这是20世纪美21世纪的描述。正如你所见，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，而且答案可能会因你问的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你们是怎么看的呢？